你还见过哪些古老的音频媒介？ CD、磁带、软盘也能存放音乐吗？是的，春节前我从日本搞来了一台播放软盘音乐的音响雅马哈 MDP10， 今天就让我们从它开始讲起。MDP10 中央面板的正下方有一台 3.5 寸软驱，电源按键旁边的图标也说明了它支持的是 MIDI 格式的音乐。先来试一下。声音非常透亮，不愧是乐器大厂的产品。有趣的是，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还可以通过中央面板开启或关闭某一种乐器的音轨。甚至是调整播放的速度和音调高低。这些功能和特性都是因为软盘里的文件都是 MIDI 格式的音乐。MIDI 其实是一个工业标准的电子通信协议，它不发送声音，只发送像是音调和音乐相关的数据，以及参数控制信号等等。MIDI 可以使不同品牌型号的电脑、合成器以及电子乐器能够互相控制、交换信息。但 MIDI 的弊端也同样明显，不同设备解析后回放生成的实际音效是不同的。罗兰使用的乐器音色在雅马哈不尽相同，同一首曲子用不同的设备播放，效果会完全不同。随着1985年 Amiga 电脑的上市，在 Amiga 游戏中广泛用于背景音乐的 MOD 音乐格式开始流行起来。和 MIDI 不同的是， MOD 文件除了存放音符外，还把音色也放进去。如果不满意自己的乐器，甚至可以很简单的用他人的乐器音色来编曲或作曲。基于这个特点， MOD 在保持小体积的同时，也保证了回放音色的统一性。这样不用花钱买各种昂贵的 MIDI 乐器，只要一台电脑就能编出曲子。MOD 音乐的流行也促进了程序员炫技的 Demo Scene 文化的发展。MOD 音乐成了 Demo Scene 中不可或缺的基石，直到今天依然有大批爱好者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。改天我们可以专门聊一下 Demo Scene 这个从电子游戏走出来的亚文化。了解了 MIDI 和 MOD 之后，我突发奇想，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和雅马哈 MDP10 类似的专门播放 MOD 音乐的复古播放器呢？ Phil Howard 的 ESP8266 Audio 开源项目提供了对 MOD 文件的解析支持。它基于乐星的 MCU， 但它只提供了基础库，并没有完整的方案实现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来设计制作一个。电路板设计完了，不过现在是春节假期，没法打样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正好我这有一台 Xtool F1 Ultra 激光雕刻机，它配置了20瓦光纤和20瓦蓝光两个激光头，雕刻速度高达1万毫米每秒。它的加工幅面是22×22平方厘米，可以方便的对金属、木材等材料进行高精度雕刻、切割等操作。这次就试试用它来搓一个复古音乐播放器吧。我设计的电路板是双层的，首先要以一块双面覆铜板作为原料。由于后面要做蚀刻工艺，所以先用补漆笔给覆铜板的两面都刷上一层油漆。Xtool 配套的 XCS 创作软件也简单易用，一看就会。导入电路板的正面电路图形，调整下雕刻位置。
选择好对应的材质。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F1 Ultra 的红光雕刻。按下手动开关，非常有仪式感。雕刻速度很快，效果也非常不错，精度很高，10mm的线路对它没有任何压力。由于要做双面板，所以先把过孔打出来，便于雕刻背面电路时定位参考。回到 XCS 软件，参考刚才打的过孔，调整背面的电路图形的位置。两面都雕刻完了，非常完美。接下来就是配置蚀刻溶液。学过中学化学的同学都知道，氯化铁溶液和铜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生成氯化铜和氯化亚铁。这样没有被油漆保护，暴露在外的铜层就会发生反应，被蚀刻，留下的就是我们要的电路了。蚀刻完成了，现在不需要油漆层了，用 F1 Ultra 把它去掉吧。效率真高，油漆层去除得很干净，蚀刻的效果也很好。接下来就要把上下2层电路接通了，在过孔焊接飞线，这开始上强度了。花了一点点时间，我终于做完了这针线活。电路板制作进入尾声，开始制作阻焊层。这个紫外灯是老演员了，之前用它来漂白塑料，今天让它来固化阻焊层。接着还是用 F1 Ultra 来把焊盘雕刻挖出来。同样的，丝印层一样用激光打上去。这好像理工男的魔法，太美了！这电路板感觉就像一块雕琢过的玉一样，刀工入微而又不失温润剔透。接下来就是熟悉的流程了，开始焊接。完成了，不过在最终检测的时候发现百密一疏，前面漏打了一个过孔，只能用飞线解决了，这也算遗憾的美吧。硬件搞定，软件也不能落下，基于 ESP8266 Audio 库来给播放器编写一个固件。开始注入灵魂。成功启动，看样子没啥问题。软硬件都搞定了，还得给它做个好看的外壳。我比较喜欢木材的手感，这次准备用胡桃木板来做外壳，先用 3D 建个模，做个概念设计。根据刚才画的3维模型，绘制出各板件的具体尺寸。木板的切割还得拜托 F1 Ultra， 它的20瓦蓝光激光可以很方便的切割胡桃木板。
激光切割的效率真的很高，几分钟就把所有的板材都切割好了，这比 3D 打印快多了。在最终组装前，先要组合制作一些零件。另外，这个项目中所有的电路、代码、外壳设计都已开源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GitHub 下载。音箱面罩使用尼龙钉固定，网纱布要用专用的胶水粘好。顺便用 F1 Ultra 切割雕刻黄铜片，制作一个音箱名牌。把它粘在音箱网罩上，质感瞬间拉满。我趁电路板不注意，偷偷给它焊上了电池和充电模块。终于到了最后的安装组合阶段，好期待它会长成什么样子。为了让外观看起来有整体感，我还切割了弧刀木皮，把它贴在外壳上。等胶水干透后，用砂纸打磨圆润，抹上木蜡油，手感丝滑。最后装上开关和面板，就大功告成了。